今年55岁。去年7月的时候，因为我手部颤抖还有头部颤抖变得很厉害，所以我就辞掉我的工作。那在这个之前的话，我一直是在金融保险业，常常必须要做出很多的演讲，接触很多的客户，然后也在不同的国家担任我的工作。因为就是这个颤抖症跟头部颤抖影响到我的自信，影响到我去面对别人，影响到我在上台演讲。然后在几场大型演讲以后下台，人家会问你，你为什么发抖？你为什么头在抖？你为什么拿麦克风的时候手在抖？你还好吗？你是什么病？所以在这种压力之下，我就毅然决然的辞掉我一份很高薪的工作，然后我就决定不上班。中间吃过了各种药物，包括了有抗癫痫的啦、巴金森氏症的，还有业界目前所有治疗颤抖症的药物我都吃过了，完全没有效。那我第一次来找张维杰医师是去年的9月份，然后那时候来跟他谈，他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诚恳，因为他也告诉了我手术的效果会有多少，但是对我头部颤抖的情况，基本上他就不能够说的那么准。那当时我有点犹豫，因为我觉得我头部的颤抖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明显，不管在你做捷运啦，在跟人家讲话，人家就会看你，这个人怎么一直抖一直抖。我觉得这是我心里一个很大的心结，我想解决的是头部的颤抖，所以我就一直犹豫不决，就没有再继续追踪，一直到前一阵子我发觉我的左手，我原本是右手抖，左手也开始抖了。那就不行了，那已经很严重的影响到我的生活了。我2手都开始抖动，我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做治疗。因为我以前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画画跟写毛笔字，但是因为我手开始抖了以后，我就不能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了，我就不能够画画了。现在我回去以后，我终于可以再画画，可以再写毛笔，可以从山水画现在变成人物素描了。我手术前最严重的就是我夹东西的手抖得非常的厉害，菜在前面我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夹的，然后我拿汤匙是没有办法对准嘴巴的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跟人家一起去吃饭，尤其人家都会问说你为什么不夹？不是我不夹，是我夹不到。我原本拿筷子手是这样子的，现在我手可以直接拿这样筷子对准嘴巴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就是生活上很大的改变。非常的谢谢我先生，他知道我是个很爱漂亮的人，我非常爱漂亮，所以要我把头发剃掉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尤其要面对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我必须戴假发。那我先生就陪了我剃头发。作为他的这个31年的这个配偶，不能讲说我非常非常了解他，但是我至少知道一点，就是他非常爱漂亮，尤其他的这个头发啊，然后经常有时候要去烫头发啦，有时候去染头发啦，就是在上面花了很多的时间。那我想说全部要剃掉，哇，他这个决心下的是挺大的。那如果说他剃掉了以后，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这个样子，那我想说这样会不会让他变得说情绪更低落？所以当时就想说，如果他在这边把头发剃掉的时候，我也陪他剃掉。那我的头型没他那么好看，至少他看我的头型，他会至少得到安慰一点。我们还可以达到一个绿叶衬托红花的这个效果。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更丑的光头的话，至少觉得开心一点点。昨天做完了以后，我发现我可能这头白剃了，因为做完以后他非常开心啊，所以我相信他现在看到这个效果，他看到他的光头，他都不会觉得很郁闷。因为我在国外这么多的国家，我也住过很多院，看过很多的医生。那这边的一个团队，不管是张医师，还有包括个管师，所有的检验师，你们非常的负责任，都能够跟我把每一个步骤说得非常的详细。那更令我觉得我很安心的是，因为你们很诚实，你会告诉我说，这个治疗的话，我的可能改进的有多少的%，然后不会过度的 over promise。
然后也告诉我说我的手部可以有多少的改进，我的头部可能方面比较复杂，改进的方向比较少，甚至会告诉我之后呢，你可以继续服药治疗，对于你头部做一个控制，这个就是我想要的。